刚刚我看了一下方向，我感觉我可能走反了，因为向北呢就没有什么热闹地方了。我现在还是打算往南走，走1到2个站啊，看看这条样街在北约克这边白天的一个模样。其实我上次开车曾经路过这边，那个时候是黄昏时分，华灯初放的时候啊，这条街道非常的热闹，旁边的很多的商店都开着门。那今天呢，我来走一段啊，但是估计也只能走一段而已。这边有很多的韩国的招牌，韩文的招牌啊，当然也更多的可能还是中文的招牌。你看啊，这边有很多的餐馆小店。我相信啊，多伦多呢移民越来越多，人口增长的还是比较快的，所以呢一个又一个的这种城镇啊都在兴起。随之而来呢就是交通的问题了。以往呢应该都是开车出门为多，但现在呢很多人也转成这些公共的交通了。公共交通呢，这边应该是立体化的，有地铁，有巴士，也有那些长途的巴士和火车，共同组成的一个交通的网络。整体上来讲还是比较方便的。你只要有一张交通卡，你可以在2个小时转乘。这边居然还有中文的家庭医生的招牌啊！这边呢，明显的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这么一个新区。你可以看到对面的那些高楼延绵不绝，但是靠马路的那些低矮的房子呢都被保存了下来啊。这些呢都变成了一些商店。这边呢招牌啊，我看2种文字最吸引人啊，一个就是中文，一个就是韩文。
其他的商品呢，都是随着商品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其实最后就是一种竞争的局面啊。所以商品呢，到最后都会贬值，或者呢，你要不断的创新迭代啊。但是唯独这个房子呢，虽然越建越多，但是房价却是越来越高。这和其他的一些商品啊，完全就是相反的一种走向。所以呢，在国外啊，能够买房子，首先代表的生活比较稳定。虽然呢，也有一些你要背负的这些房贷的压力，但是呢，它也会推着你走，让你去努力挣钱。而一旦你有了房子呢，基本上你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但是如果你再接再厉啊，在一些好的地段买一些更保值甚至呢增值的房子，那你这一辈子呢就会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这个投资呢，就是让你将来会有一个非常稳定、非常安定的退休生活。因为没有一个人呢靠这些什么退休的公积金啊，就能够过上一个富裕的退休生活的。只有你投资的房子，才有可能将来变现啊，变成一个退休生活的保障。这边呢还有个水流山，我记得以前广州的水流山好像都已经关了门了。看来这个北约克，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是属于北约克这座城市，它应该已经不是多伦多了，但是同属于大多伦多地区。这个地方呢，你看啊，离多伦多其实并不远啊，但是明显的这里的气温要低好几度。我今天在downtown那边出来的时候呢，并没那么冷啊，但是走在街上啊，我现在就慢慢理解为什么很多人戴着那种包裹着耳朵的帽子啊，或者专门给耳朵呢买一个耳套。因为这个风吹着，身体没问题，手脚也 OK， 但是唯独呢这个耳朵啊冻得有点麻木了。这边有好多中文的招牌啊。对面也是啊，一堆的像烧腊店、猪脚饭、各种茶等等啊。
之前看到一个广告叫饭团外送啊，估计这是跟美团差不多的一种形式的 APP。天津小笼蒸包，金川菜馆。我相信啊，这里大概是继多伦多唐人街之外的中餐馆最多的地方了。这边呢就有一个 walk-in clinic， 在这边呢有家庭医生，但是也有一些就是你可以不用家庭医生预约就可以进到里面的这种诊所，但是你只要有当地的医疗保险呢，其实你都不用付费的。但是你如果没有这里的医疗保险呢，那医疗费用也是蛮贵的。我已经在Finch这个1号线的地铁站这边走了一大圈了。我是沿着样街从Finch这个出来，一直往南走，看看这边已经被中国人占领的地区，它街道的模样啊。虽然今天很冷，应该在0度以下了。你看啊，街上都很多的一些雪呢，变成了冰块啊，都没有化掉。走着走着呢，差不多也走了一个站，再往前走一走，这个一路上啊，看到新旧交替的建筑。马路背后的那些高层的大楼啊，都是新建。这里面呢，当然也包括很多的商业大楼，但是更多的呢是沿街的一些相对低矮的房子，有些呢就是老房子的状态，但基本上都开了店，非常多的中文招牌，当然也有很多韩文的招牌啊。不过怎么说呢？这是一片被亚洲人占据的地方啊。对于这样的一个移民国家呢，它的包容性、它的多元文化，在这边呢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你可以看看啊，这个都是新建的高楼，这边是办公楼，那边呢就住宅楼啊。基本上啊，这边的各种生活元素应有尽有。你看对面呢，就是一个大商场啊，有电影院，有各种这边能够见到的商店啊。但我相信呢，里面也有很多跟我们中国人生活相关的各种店铺。
进到了室内的一片街区，这里头暖和多了。我相信这边应该是不是也可以去到地铁呢？商场里面呢，到处都是这样的大的圣诞树的灯饰。这个地方叫 North York Center， 这一路上有很多这样的商业的广场。这边也有一个小的food court。所以北方的城市呢，他就想办法在新的这种建筑物，他就把它做成一个室内的这种走廊。这个地方我还第一次看到有人在那跳广场舞。不会吧？全部都是中国人的面孔。他们是怎么找到这一片又温暖室内的这么一个地方，在那跳广场舞？刚刚从这个北约克中心这个新的建筑里面出来这里面呢还是感觉不错，但是很意外看到了一堆中国的妇女在那边跳广场舞。当然不是在寒风凛冽的街上，而是在一个地下的一片区域，享受着暖气集体在那边翩翩起舞，把中国一贯看到的风景带到了加拿大。这边还有一个室外的广场，想必是不是也是像中国一样的地毯经济呢？说的很多的这些小帐篷，晚上是不是摆夜市呢？这个地方呢是多伦多地区的一个学校的组织就他们都会有这么一个管理的机构。
对学校进行排名等等。对面呢还在起住宅大楼啊。这边呢又延续着很多低矮的房子，这种店铺，这边呢有很多的餐馆，相信到了晚上会比较热闹。对面呢也是一排还没有拆掉的低矮的房子，所以加拿大这边呢，他们基本上一个新的社区都会保留一些以前的老房子，这样有一个好处一个呢还是有一些历史的原貌得以保存下来，另外一方面呢，这些低矮的房子留在那里呢，使得那些高房子之间的楼距就会拉得比较宽，更符合居住的需要这个地方是一个加拿大政府的办公机构。等红灯的时候可以看一看这边整体的一个发展的状况
我已经看到了 Sheppard Yonge Station， 走过去2分钟，那就是说呢，我已经接近走了2个站了啊，基本上达到了我的预期。这边呢有2栋很有特色的房子，它们叫洋葱房。这里呢是一个地铁交汇的地方。我呢现在就是准备去地铁站搭地铁去，回多伦多downtown去了。整整走了2个站啊。这2个站呢，真的是顶着寒风，冒着严寒，但是呢很有意思啊，来看一看这一片新的区域。原本呢，我看到一个地铁的招牌啊，就想着去搭地铁了。但是呢，来到了下面，看到其实是连着一个 shopping center， 那我就还是到里面来走走看一看吧。这边呢有超市，也有百元店，或者这边叫1元店啊，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设施。
这边呢也有石阶啊，但是应该这个时候基本上是没有营业的一个状态。时间还早啊，开的店并不多。所以呢，在网上看到很多人的介绍啊，就北约克还是非常适合亚洲人、中国人居住的一个区域啊，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区，高楼林立啊，购物方便，生活设施配套齐全，应该是所言非虚啊。这边的银行呢，都是一种敞开式的营业的状态啊。好了，我已经看到了Subway路口了。那我现在呢就去搭乘地铁回到多伦多downtown去啊。我应该没有过2小时吧，看看这边能不能直接就进去。这边呢有一个他们的交通的线路图啊，现在我在这里啊，我从这个站走了2个站到这边，现在呢我准备直接回去了。好，等有机会啊再来循环一下啊。应该不用收钱。好，我应该走这个向南方向的地铁了，刚刚走掉一步。总体来讲呢，交通还算是方便的一个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吸引着很多人呢舍近求远啊，到远离多伦多downtown地方来生活。但这边的生活应该是比downtown还要方便啊，所以我倒觉得是一个宜居的地方。那今天呢就拍摄到这边，我们下一段行程再见，
谢谢大家的观赏，拜拜。